重组了。现在到了年底，真的特别忙。然后是的，特别忙。你们那边应该也是，因为圣诞节快到了。是，正好提到这个，下个星期我可能要跟您请个假，因为下个星期呢，就是圣诞节要来了嘛，我要准备的事情比较多。对，所以是22号，对不对？对，我下个星期我们上课没问题。好，29可以，22号停嘛，没关系，因为那个卞老师也是，卞老师他跟朋友去玩1个礼拜，所以他也没有时间，对，所以这段时间大概大家都很忙，我可以理解，对，其实我也是，所以我觉得，然后我有时候我现在就是跟小土豆上课，这2个月我就说停了，因为我实在太忙了，请他们体谅。然后这个月我想也不能停太久，很不好意思，对这些小土豆很不好意思。我就跟一些小土豆说，那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聊了？结果每个小土豆都说不要，因为他们知道我要照顾妈妈很忙，不要，等你照顾好了再说。他们都很了解，其实我是硬着头皮。我真的是硬着头皮问他们说，我们聊一下吧。其实我真的还没有时间，对。那可是我跟您说，您就是太善良，然后一心想着学生，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有点累垮了。真的，我觉得这些学生，我觉得很不好意思，都答应他们要，比如说1个月有多少时间的 free talk， 然后又觉得自己没有做到，所以我这个月就想说，我一定要做到。然后我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说：“老师不要，你先把妈妈照顾好。”他们还为我着想。老师1月再开始没关系。很多小土豆都这样跟我说，我就好感动，这些学生实在太贴心了，真的。什么都值了。真的什么都值了，我就真的说啊，真的很不好意思，那我们就1月再开始吧。对呀，我就会这样。然后他们就说：“老师没有关系，因为你每天都有上课。”你每天都有直播课，所以他们还是会来看，也是等于有上到课，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些学生太贴心了，好，各位同学大家好，婷老师，大家好，哇，每个星期三，你们呢一定很期待能够看到婷老师，对不对？我也是，我觉得跟婷老师上课很快乐，很享受。我也是，很开心能跟大家上课。真的Jonathan， 好久不见这个婷老师，我跟你讲，现在我的英文我的课件的英文部分我都不担心了，因为自己说他自愿要帮我看，他自己愿意的，他说他要帮我校对，他要帮我看句子有没有问题，然后我就跟志宇说，老师没有钱给你哦，no pay 没有钱，志宇说不用，他就是他自己愿意的。他自己愿意的所以我要很感谢志宇好的，然后雅正说辛苦各位老师了，好，也辛苦雅正了雅正很支持我，是我的小土豆好，那么各位同学，今天呢就不跟你们打招呼了我们今天就要直接开始上课了因为太多人了Ardy 来了，Ardy 是印尼的朋友他说他要考试了，没关系没关系 ，Ardy 的中文好棒我很想跟他聊聊天，有机会我想跟他聊天李超老师，您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们上课的付出，有时候就会认识一些很厉害的学生，让这个课变得非常的精彩。对，而且我觉得有些那个学生已经把你当爸爸了，爸爸老师，teacher father teacher， 感觉我好像怎么变爸爸了。其实我也有这个感觉，我觉得李超老师就像我们的家长一样的。对，我觉得我已经有一点那种那个佛光那个感觉了对，真的很多人说的爸爸，不然就叔叔这样子。我就想说，有一天我如果年老了，这些学生说不定会来台湾照顾我呢。好有意思好啦，各位同学，你们都很好，老师很感谢你们这么体谅老师，真的很好。所以老师每天一定要上课，让你们觉得中文都有学习的地方有地方来学习中文好，那你们人如果太老的，就不要叫我爸爸。像宋平，你就不要叫我爸爸。宋平，你已经很老了，你不要再叫我爸爸了
那我是变成那个阿公 grandpa， 阿公了，变阿公哦grandpa。雅正你也不要叫我爸爸了哦，你也蛮老了哦。好，那我们来上课吧。要是有人说阿公老师你好，说不定再过田老师，说不定我再教10年，李超老师对快60岁了。我快60岁的时候啊，这些有的学生可能会叫我阿公，阿公老师你好。对，哎，真是的，哇，说不定再教10年哦，希望可以好。最好的就是这个行业真的，只要您想教，就一直可以教下去。对，真的，只要你有热情，想教下去就教哦，很棒的职业啊。好，是的。OK， 那田老师，我们Alice，你不能叫我哥哥了，你年纪还比我大吧？Alice 要叫我弟弟啦，叫我理查弟弟，好不好？Younger brother Richard OK，Norbert 是什么？停当阿刁老师，为什么我看不懂停老是错字吧？阿刁，我不太懂对 Norbert 我看不太懂你的意思。理查老师比王一博帅，好 OK。哎呀，嘴太甜了。说得好。嘴太甜了啊！好，那我们来上课吧。再灌迷汤，我们就没办法上课了。灌迷汤，这灌迷汤好像我觉得应该学生们都不会吧？灌迷汤，这个是非常 native 的用法，超级 native 的词。好，同学们，你们自己去查吧。嘴很甜，应该你们是听得懂的。对。好，那同学们，理查老师刚刚说灌迷汤，这个你们自己去查，好不好？自己去查。这个词我们算是不是说常用啦，但是我们都听得懂，对。灌迷汤。好，来，那田老师，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新 HSK 第3集的初级词汇，要麻烦田老师帮我们一个词汇念2遍。好，对，好，部门，好，部长。好，这3个词都有一定的关系，对不对他们都是有差不多的意思。那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词汇叫做部部。好，我们看一下部。好，第一个词汇叫部。田老师，其实部有很多意思，对不对？对，非常多的意思。那这个我们先介绍给同学最基本的意思，就是部它是一个 major word。它是一个量词，对不对？好，那我们等一下介绍一下部用量词的时候用在哪些东西上面。那田老师可不可以先帮我念一下我们的句子？好的，娟娟你好，谢谢，我也很想你。娟娟来了我也很想娟娟好。那我们第一个例句，你觉得那部电影怎么样？好，你觉得就是 What do you think？那部好，田老师，我们现在部就用来当做量词了，major word， 对不对？那从这里看得出来，部可以用在电影上面部可以用在电影上面好，怎么样？就是 like how do you think？ What do you think？ 你觉得那部电影怎么样？如果你看完了一部电影，你想要问别人他有什么感觉，他有什么想法，就可以说这个句子。你觉得那部电影怎么样？好，电影用部电影用部。好，那田老师，我们现在帮同学们介绍一下部这个量词还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好，那这个田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好的。说实话，这个部如果让我想，我真的想不出来。好，我们看课件，第一个就是小说。对，我们说一部小说，对，一部小说，2部小说。田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 this 就是这部，对不对？这部小说。对，没问题。那部小说，好，因为我觉得很多同学，我有看过同学用一本小说。田老师可不可以用一本小说？当然没问题，可以说一本小说。对，好，各位同学，因为小说也是一本书嘛，所以你们不要觉得一本小说是错的，一本小说也可以一本小说也可以，一部小说也可以2个都可以。不过一本小说会让我想到好像一本书的感觉，是的，
书的感觉哦。好，一本小说也可以，2本小说也可以哦。好，所以小说特别用在小说上面。那田老师，我如果随便拿一本书，我可不可以说一部书？这个就比较奇怪了，我们经常不会这么说，我们就说一本书，一本对不对？这样这一本，所以好像用在书上面的话，只会用在小说上，对不对？好，所以各位同学，基本上 basically 我们书还是用本，还是用本。那小说我们会用部，我们会说一部杂志吗？田老师，一部杂志，中国比较不会，一本杂志，我们这里也不会。对，所以各位同学，杂志还是用本，杂志还是用本。那所以书的部分我们就用小说是用一部，小说是用一部。好，那田老师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用部呢？刚才说到的像例句中的一部电影，对，这部电影，这部电影，那部电影，一部电影。田老师，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电影？这个电影也可以，但是听起来很像小学生说的话。对，各位同学，如果你是 HSK Level 1，你可以说这个电影，我们可以接受这个电影。但是你已经是 HSK Level 3、Level 4，你就用这部或一部电影会比较好。这个用这部电影会比较地道一点，我觉得。那你们就不要说这个电影用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好，那机器，田老师，你们机器会不会用这部？会，我还联想到一个别的，不知道在台湾会不会说一部汽车？会，真的会吗？因为在你们会吗？在上海和苏州方言里面我们会用部。好，那田老师这个我就很好奇了哦。好，各位同学，这个我们说一部小说、一部电影、一部机器可以。那田老师，我们来讨论一个东西，就是车。我觉得车好像的量词它在台湾跟在大陆有那么点不一样。来，各位同学，我们讨论一下。然后田老师，等一下我也想讨论一下手机的量词。好的。手机跟车，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先讨论一下车子的量词。好，田老师，车子最常用的量词是什么呢？一辆，对，没有错。不管在台湾或在大陆，我们都最常用的是一辆车。对，一辆车，一辆火车，一辆汽车，一辆火车，你刚讲过了，公交车。三轮车、公交车、自行车。那好，车子用量都没有问题。好，那田老师，我们现在来讨论一部车。好，来，田老师，一部车在大陆会不会说？比较不会听到，但是呢，在上海和苏州的方言里，我们只说部，我们不会说辆。真的啊？对，真的。那这个田老师，脚踏车你们用什么量词？一辆脚踏车。也让我想一想啊。脚踏车。也是用部也是用部。一部脚踏车，我们可以说部，在台湾可以，在台湾可以说一部车，一部脚踏车也可以。可以。所以，田老师，你怎么建议各位学生，如果是在比较 general 的，不要说特定的 region， 是一个在大陆普遍大家车是有量没有问题。那你建议学生用部吗？我觉得还是不要，因为你如果去北方的话，那么人们会不明白的啊。北方只用量，好像。对。那田老师在苏州或一些地方可以用部，而且可能只用部，对不对？而且我们只用部，没错。在台湾可以用部，而且很常用。好，田老师，我们在讨论一个关于车的量词，一台车。你们讲不讲？我们不讲，但是我们知道，而且我们知道是台湾朋友会用的。所以一台车只有台湾在用，对。所以大陆任何地方是不太用台的。不用台的。好，
而且一台车在台湾很常用，一辆车是很 formal 的说法。所以各位同学，我们帮你们整理一下车子的话用辆应该是最正确最 general 的辆。第二个一部车在台湾可以，在大陆可能有些地方用。南方对，我同意，南方华南台湾也有用，其实是方言的影响了是的。各位同学，如果你在北方，他们是只说一辆车的。对一辆车的，所以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到底是对还是错？都有，我听过有人用，我也听过有人说是错的。其实有很多北方人说，他们完全不能接受一台车或一部车，他们认为是错的。可是这个在南方是可以接受一部车的，那在台湾甚至可以接受一台车。明白。好，就看你去哪里。对，看你在哪里好，那各位同学，你如果要正确，你就用辆是都 OK 的，一辆车。好，那田老师，我再问你手机，手机，一个手机应该你们会说一个手机吗？会说，但是听起来有点像小学生，好像 HSK Level 1在用的那田老师，手机你们用的量词是什么？我们也会用只。我也用，我们台湾用一只手机啊。那可是田老师在大陆比较 general 是用什么？还是也是用只吗？一个手机或者一部手机用的是比较多的。好，田老师，你的意思是一只手机很少用吗？一只手机，不是，可能不是主流的用法，不是 mainstream 的主流的用法，对。好，那这个 Eman 绝对不会说一块手机，绝对不会说一块手机。好，那我们好，田老师在台湾一只手机、一台手机、一个手机、一部手机，在台湾都可以，都有人用。那田老师告诉我们，如果在大陆的话，比较常用的是哪些？个绝对没问题，个没问题，部可以，部也可以。好，对。那只就比较不一定了，对不对？只要看你在南方还是北方。那台一定在台湾才有嘛？对。好，各位同学，一台车、一台手机都是在台湾才用的那如果你在大陆，你可以说一部手机、一个手机都可以。我觉得一只也蛮可以 understandable 的啦可以。对，可以理解。但是，如果说你说非常正式的、非常 formal 的，那么就用部非常好。一部手机、两部手机。哎呀，量词各位同学，在中文的量词，其实可能你在中国不同的地方还有不同的用法，所以这个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好，那各位同学了解了好的，所以我也一直有这样的困惑，在大陆。在台湾可能用的量词会有一点不一样，因为我曾经看过百度写说，为什么会有人说一台汽车，这是错的，可是其实在台湾真的我们用一台车、一台汽车会，对我们一台手机也有人说，不过我们台湾最常说的是一只手机，一只手机好，一部游戏。可以一部游戏，因为游戏它有一些，特别是网络游戏，它也像就是一部电影一样的，对，或一部小说一样有故事的。对，有可以是的，一部游戏或一个游戏也可以用个也可以好，那立新有一个问题，麻烦一下田老师。好，立新的问题，我相信也是很多人的问题电脑用台还是部？基本上我们会说台。一台电脑，但是部呢是可以的，语法上没错。对，在台湾一部电脑跟一台电脑都可以，在台湾都可以。台湾用的量词好像比较 flexible， 好像都可以好像都可以。明白。一台电脑跟一部电脑都可以，不过立新一台电脑比较多人用一台电脑比较多人用。那田老师，你们是不是说台式电脑？对，我们说台式电脑。那我们在这里说桌上型电脑。
啊，桌上型 ，OK。好，所以台式电脑就是你放在桌上的那种大电脑嘛，对不对？对。哦，那我们这边叫桌上型电脑哦。好，嗯我如果说桌上型电脑，你们是不是听不懂？林老师？没问题，就是懂，但会是不是这觉得，样说哦。好，对，就是那各位会觉得，哎，你把它形容了一下。对，好，这个如果各位同学你们放在书桌上面那个比较大的电脑的那个，我们叫台式电脑。那在台湾，你如果讲台式电脑，可能人家听不懂。你说桌上型，不是桌上式，我写说桌上型电脑哦，桌上型电脑。好的，所以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其实各位同学，我觉得你们学 HSK 不要说就是学的很，就是不要学。要怎么说？就是千万不要问老师这个是对的还是错的，对，你一定要看更大的一点，你一定要退后看一下哦，在中国这里这是对的，中国北方那就是不对。对，我觉得哦，田老师，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让学生了解到，中文其实有时候只是区域的用法不同而已，并不是真的说它是对或错哦，并不是说它真的是对或错。所以各位同学，你们也不要说好像我学的是对的还是错的，其实看你在哪里，看你在哪里。是的。好，台式电脑、桌上型电脑。那其实笔记本电脑我已经有介绍过了。笔记本电脑在台湾叫笔记型电脑，在台湾叫笔记型电脑。那田老师，你们说不说笔电？比较不说，对，因为我上次讲笔电，被老师说笔电是什么？对，那在台湾也很常说笔电啊，很常说笔电，对，好，所以各位同学，我觉得你们学中文，每个地区不同的用法，你都可以去了解，不要去排斥。不要排斥它哦，不要去排斥它哦。好，一部电视剧，哇，好棒哦。对，一部电视剧没有错。好的，那我们继续哦。好，那么这是量词的部分，不还有别的用法，我们看一下。好，不的第二个用法就是它是 part 的意思，哇，这个用法我觉得很重要，对不对啊？好，那田老师，我这里分了 directions 还有 body parts。那我们先帮各位同学念一下 directions， 我们可以把不用在哪里？好，比如说东部，对 ，eastern part，好，或者呢？西部，对，西部。那当然还有北部 ，northern part， 还有南部，对不对？好，好的。那各位同学，对，还有部分啊，部分就是 part 啊 ，part。对。那这个田老师，我想帮各位同学问一个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学到 directions 叫东部 eastern part， 西部叫 western part。那现在田老师，我帮各位同学问一个问题：如果我要说 north eastern part 怎么办呢？好，来，我把它打出来啊。好 ，north eastern part， 我是打错字了。对，没关系，大家懂意思就好了。我要怎么，田老师？如果这是北，这是东，那我如果要说这里怎么办？我们说东北部。东北部，好，各位同学要记得咯，不是说北东部哦，我们说东北部哦，North Eastern part。那当然我们还有西南部哦，西北部、东南部哦，所以这个我们也会有这样的说法，东北部。就是东和西一定是在第一个 position。对，没错。这个田老师说这个很重要，你不能够 change the order， 东跟西一定要先说。东跟西一定要先说。跟英文不一样跟英文是不一样的哦。好，各位同学已经学起来了耶。Ash 老师来了，Ash 老师你好，Ash 老师也是对外汉语老师哦。好，你好。还有对，你看圆心玫瑰他们都写对了。那各位同学，东一定要先说，所以这里是东北，那这边是东南，西北，西南西南部，西南方也可以，西南部。小老师，我问您的方向感怎么样？很差。
我是田老师，你们说不说路痴啊？你们说路痴吗？别说哦，理查老师是彻彻底底的路痴啊，完完全全的路痴啊。好，我如果我去一个新的地方，那我肯定是不知道东南西北在哪里的。我只知道这是北了啊，这是北啊。好，对，没有错。立新说东北部、西南部一定要先讲东，一定要先讲西哦，要记得哦，这是我们说话的方式哦。H 老师哦，欢迎你。所以我们会说东南亚，对不对？东南亚。你不要说南东亚，我们不说南东亚，一定是东先说东南亚。对，东北部，对，一定要先说哦。好，那这个就教各位了哦。好，没问题。好的 ，Laura 说世界的西南部，意大利是西南部哦。好 ，OK， 好的。那玫瑰说我的方向感也很差，真的。那玫瑰你就是路痴哦，路痴 ，like road idiot。好，路痴。好，那这个田老师部的部分我们可以讲到 direction， 不过我们再提醒各位同学，如果是左右，我们不会说左部右部，不会哦，不会哦。这个请各位同学注意，我们注意一下，我们是不会说左部右部的，不可能哦。好，我们就说左面、右面或者左边、右边。对我们绝对不说左部右部哦。各位同学这是错的，我们说左边、右边。左面、右面，绝对不会说左部、右部哦。现在 Laura 在阿根廷啊。可能Laura 是不是来自意大利的？Laura 是阿根廷人，但是他到意大利去当导游，去意大利住了。他可能因为圣诞节的关系回去了吧？OK。对玫瑰说的很好，左边、右边，左面、右面。然后呢，阿能，你是不是讲了一些奇怪的东西？重要部，不，重要，田老师，这个叫重要部位吧？是不是？重要部位就是那个啦，我有教过这个阿能，重要部位就是很重要的部位啦。阿能，你到底想说什么？害得我不敢接。对呀，你看田老师害羞不敢接了，那你们就懂意思了。好的，来。那除了讲 directions 之外，还有 body parts， 身体的部位，有一些部位你也可以说什么部什么部啊？田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好，头部好，还有腰部你的腰的部分。那田老师，我们手的话，可不可以说手部？也可以，手部没错。不过好像也不是每个都可以这样说，对不对？不是每一个，不是每个哦。你们各位同学，你不要老师嘴部，不要这个，可能说有点奇怪，不会说，我们鼻部也不会这样说。就是各位同学，有的 body parts 可以加部，有的不行不一定都可以。手部可以，头部，然后腰部、胸部可以，胸部，然后你不要说脖子部，我们不讲脖子部。耳部也不会讲耳部脚部不会这样讲吧？比较不会，比如说我们会说脸部脸部对你的脸部 face facial part 脸部。那我们还会讲一个叫做腹部对腹部我们很常讲腹部腹部就是你的有点像 belly 你的肚子的部分腹部像你的肚子的部分就是你的腹部，胸部、腹部好，所以这个就是OK， 以前意大利移民都是到阿根廷好，所以各位同学，这个部也可以用在一些不是全部，一些身体的部位，头部、手部、腰部等等等对，好，对，好的，那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部还有 department 的意思，那其实就是部门的意思了比较像部门的意思。好，比较像部门的意思。好，那我们这边帮各位同学介绍一下好，那各位同学，这个部用在这里的话，比较像是会用在公司，或者是用在百货公司。对对对。Department store。
好，那田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如果我们用在公司上面的时候，我们会用在哪些地方？总部，然总部后分部，分部。好，总部就是 headquarters， 总部 headquarters。那分部就是那个 branches， 分部 branches。好，总部分部，总部分部就是用在 company， 我们也可以用在百货公司上面哦。好，这个田老师喜不喜欢逛百货公司？我明白您的意思，但是大陆我们比较说商场。你们说商场 ，OK， 商场。那如果我讲百货公司，你们听得懂吗？可能有的人会听得懂，有人听不懂。好，太棒了，这样我也学到。因为百货公司一听就是，你是香港人吗？还是你是台湾人？台湾人好，那我说商场好了，因为我以为你们的商场是 shopping mall， 那个叫购物中心。购物中心也有，购物中心，然后商场都会叫，都可以好。对。那百货公司你们就叫商场，对不对？也叫商场，是的。OK， 好。那各位同学，你们这个田老师喜不喜欢逛商场？喜欢。我觉得女生都很喜欢逛商场，我是不太喜欢逛街的人对，但是我只逛不买。只逛不买就是 window shopping 那种这个各位同学，商场里有很多 department，那我们这里呢举2个 department 好，来第一个是田老师帮我念一下。好，第一个童装部。好，各位同学，你看到这个部就知道它是 department 的意思。那这个部是 sell children's clothing， 它是卖小孩子的衣服童装部是卖小孩子的服装，所以叫童装部。田老师，你们也说童装部吗？没错，我们也是这样说。好，童装部。所以如果你想去买小孩子的衣服，你就去商场的童装部 department 那如果理查老师要去买衣服的话，理查老师要去哪里呢？去男装部。好，男装部就是卖男生的服装的一个 department， 然后它是在商场里面商场里面的。那如果是女生的话怎么办呢？卖女生衣服的地方要怎么说？可以说女装部。对你们可以说女装部。好，所以这个部就是 department， 然后是在一个商场里面的好，好的，没有问题。部长、副部长，好，这我们等一下会讲好，运动部、文化部，这个比较像政府的机构，对不对？对 ，office 那种。对，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聊好，好，各位同学没有问题，了解了木问分公司跟分部一样吗？田老师，你们会用分公司还是分部？会，我觉得木的问题非常好。这个分公司和分部，要看啦，因为这个一定要看情况。有的分公司呢，它是一个 independent 公司，但是有的公司呢，它就是一个分部，一个 branch， 就是要看情况。对，然后分公司一定用在公司上面，分部可能可以用在学校，对不对？没错。学校像我们台湾有的学校它有分部，它有没错，可能不同的科目在其他的地方，那就是学校的。对，它有别的 location 是吧？对一个 headquarter， 但是它这个 headquarter 的学校有其他的不同的科系的小学校，然后在比较远的地方就会叫分部好，没问题。同学们自己聊起来了。好，没问题。好，那这个关于部这个字呢，最后一个意思呢，就是讲到了一个关于一个国家里面的ministry 还有他特别讲的是 government 里面的government 里面的一个 ministry。那这个各位同学是特别用在政府的 organization 上面的好。那这个田老师帮我念一下好了。第一个是国防部。国防部就是 national defense national defense， 然后它是属于 government 或者是一个 nation 的一个 ministry 所以这个部就是 ministry 的意思，国防部国防部。好，那还有呢？教育部。好，教育部，教育就是 education， 教育部就是 Ministry of Education， 教育部就是负责教育的一个
政府的就是管教育的一个部门。没错哦，教育部。田老师，你们也会讲教育部吗？我们也是这样说。好，国防部也是吗？也是。好，外交部也是。也是。好，没问题。所以各位同学，这个都是很 general 的用法，要把它记起来。有时候你在听那个新闻的时候，看那个央视的新闻，你可能会听到这一些 ministry 的名字，所以你要把它记起来。好，田老师再帮我念最后一个。好，外交部。好，外交就是 foreign affairs，外交部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好，没问题吧？分行跟分部有什么差别呢？庆莹这个问题问的是比较具体的啊，这个比较 specific， 很简单。分行呢是银行的分部。没错。好的，这个庆莹，分行一定是银行的分部。那分部的话，可能是公司的，不一定是银行，可能是公司或者别的学校、公司之类的企业的。分行一定是银行，分行一定是银行哦。好，Laura 说她喜欢去化妆品部。Laura 肯定喜欢去化妆品部，因为我发现很多女生很喜欢去化妆品部，然后就直接在那边试那个化妆品，对不对？哇，女生都比较喜欢化妆啊，所以你们都会。而且化妆品部都在1楼，对不对？对，一进去就可以开始化妆了真的，一定都在1楼。对，我发现女生特别爱1楼的化妆品部好，这个男生就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这个化妆品部会在1楼？一定会在1楼？就女生进去就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坐下来。这个也是，对。但是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化妆品的利润比较高。化妆品的利润比较高，所以女生又爱买化妆品。对，化妆品的盈利那个 profit 最高，对不对？所以都在1楼。这个有道理。是的。如果是5楼的话，那肯定没有人去了。那1楼的话，大家都来买。对，你看 Laura 就喜欢化妆，她就喜欢去商场的1楼的化妆品部好，那男生好像就直接往楼上去了对。好 ，OK， 好 ，Norbert 这个句子麻烦一下田老师。OK， 外国人在国外工作时，平时都要去外交部，花了好长时间换新他们的签证。OK，明白 Norbert 的意思。可以说，外国人在国外工作时，平时都不需要，要去外交部，工作时要去外交部，花很长时间换签证就可以了。换签证或换新签证都可以。换新签证。对，不过 Norbert 就像田老师说的那个什么平时都要，那个都不用说了，对，都不用说外国人在国外工作时要去外交部换新签证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我们是换新的签证嘛，换新签证或其实换签证就可以了，换签证就好了好 ，OK， 那这个。文化部的部长去男装部买一套服装吧一套服装一套，不是一部各位同学，你们不要学了布什么都用布了一套服装好，一套服装好，这个天璇是一套服装好，各位同学，你会发现布这个字的用法非常多，所以你们一定要记得要记得。好，那我们再往下看，第67个词汇，部门。部门好，这个田老师部门的话，我们是不是比较常用在公司上面？对所以特别用在公司的部门公司的部门比较多部门的意思就是 section or department of a company company。我插一句李朝老师，您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就是陌生人，然后。这样子问，就是你哪个部门的？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在台湾没有你哪个部门的？就是你是哪来的意思吗？对，你是哪来的？比较 funny 的说法，你哪个部门来的？是的。其实这个说法跟
中国的国情有关，所以你是哪个部门的，你是哪个单位的，还有这个意思。其实就是问你是哪儿来的意思。对对对，就是你是哪儿来的。所以就算是陌生人这样问，也不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不过不是现在，就是以前的时候。对对对，70、80年代左右。但现在有人这样问，应该蛮奇怪的吧？对不对？就非常奇怪，就是你说什么？对，你说什么会感觉你是不是了解了我的什么？对对对。对，在印度大学对，这个叫科系，这个卓玛，我们这个就不叫部，所以我今天没有介绍。大学的 department 叫什么什么系什么什么系田老师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田老师跟我都是英文系的，对不对？对。那如果你是 chemistry， 你是化学系的那你可能你是 philosophy， 你是哲学系的所以这个卓玛同学，老师没有讲这个 department， 是因为我们不讲部，这个在中文用的是系，科系的系对对对。所以这里我们就没有介绍这个 department， 英文都是 department， 但是中文我们讲系，英文系、化学系、哲学系，是的。好的，那请田老师帮我念一下例句。好，这家公司一共有3个部门。好，那各位同学，你看得出来了，这家公司有3个部门，工程部、营运部、常务部好，所以有3个部门，你们就知道部门的 usage， 就是特别用在公司上面比较多啦比较多是用在公司上面。这家公司一共，田老师什么叫一共？好，一共很简单，就是1加1加1，所有的在一起就是一共。比如说李乔老师手上有很多笔，可能一共有几支呢？李乔老师手上有好多笔，有1加1加1加1，一共有5支笔。李乔老师手上一共有5支笔，一共就是 total in total in total 的意思好的，这家公司一共有3个部门。我觉得田老师来的时候，学生都特别多现在破100了耶。好多年了。好，来，可能今天是你知道星期3，然后大家想放松一下。对来听我们的课放松一下。一共多少钱？菲朗很好，很好一共多少钱？Like how much in total？ How much in total？ 一共多少钱？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门的意思。部门呢，通常是 department or section of a nation or of a company， 其实也可以用在国家的 government 上面了对对。不过比较常用的是在公司上面公司 a company。好，田老师帮我们介绍一下比较常见的部门有哪些？好，行政部门。好，行政部门通常是一个公司最大的一个部门了好 ，administrative department 行政部门。还有呢？好，人事部门。好，田老师，人事部门是什么意思呢？很简单，就是管理他的员工的。对，管理员工的部门可能有新员工要进来了，或者有员工要 quit， 有员工要离职了，他们都要通过这个人事部门对对对。好，那这个部门也很常用好，田老师帮我研发部门。好，研发部门非常重要研发部门就是 R&D R&D department 就是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研发部门。这个田老师你们那儿也说研发部门对不对？也说研发部。对，我们其实对田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其实你们都可以不要说门。其实我们有时候就说行政部、人事部、研发部就可以了，不一定要加门不一定要加门好，各位同学了解吗？对，一共就是 in total 一共就是 in total。我的公司一共有10几个部门，田老师这个句子可以吗？非常好，非常好，很地道。小晴这个句子很棒是的，10几个部门的公司不小咯，大公司了一个大企业一个 big enterprise。那田老师这一句呢？好，我在会计部门工作，可以吗？可以的，非常好。没问题。
那这位同学，你也可以不要说门，你可以说我在会计部工作，也可以。也可以说财务部，可以说财务部也可以，对会计部或财务部都可以这个都是公司很常见的部门的名字，财务部门、会计部门。那各位同学，你不要念会计要念会，你们常常念错了，这是个多音字好，所以你们可以说财务部门 ，like Department of Finance， 会计部门 Department of Accounting， 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部门都差不多的。好，还有 Channel V 说总经理助理是属于哪个部门？我觉得 Channel V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有的公司它会设立一个部门，就叫总经理部。总经理部这总经理有这样的，它比较是就是很核心的一个部门，独立的，很 core， 对不对？对对对，很 core 的田老师刚刚说的是核心总经理的部门通常是比较核心的部门好，对，市场部。我们是不是翻译成行销？marketing 是不是翻译成marketing 就是 marketing？对，在大陆是说市场部的。OK， 好，各位同学，市场部就是比较属于销售那一块的，对不对也不是销售，就是它是帮助销售的一个部门。帮助销售的行销部，对不对？我们台湾说行销部。不是，比如说就是这个部门它会印很多传单，然后他去搞一些活动，这个就叫市场部。这叫市场部。好，市场部。对，他和销售，他帮助销售，然后销售呢是去谈沟通交流但是他不跟客户直接沟通。然后市场部是协助销售销售部。对，好。所以各位同学，一个公司里的部门非常多所以我们现在介绍的是比较 commonly used， 比较常见的比较常见的好，比较常见的市场部跟销售部。理查老师的部门，理查老师还没有开公司如果开公司，我再请唐龙当我的这个总经理，唱歌部门的部长唱歌部的部长唐龙，你来当我的那个码农好了资讯部。田老师，你们是不是说资讯部？会不会？有资讯部可以吗？资讯部。对。那因为唐龙他是码农，所以呢，理查老师如果开了公司，会请唐龙来我的资讯部上班资讯部就是like information department， 他是比较负责电脑的 computer 的东西或者是 coding 的东西好，资讯部。销售部门，对，很好，销售部门好，这些各位同学，你们如果有上班的话，其实都很常听到这些东西对，好，会跟这位同学，这个问题太大了。不过我们其实只用在会计上比较多了对，或者是一个地名用在地名上或会计比较多，其他都不太会用到是的。金融部，田老师你觉得呢？不会这样说，不会说金融部，就说那个财务部。对，这个我认同田老师，我同意田老师，因为这个 listings 金融部我很少听说，顶多可能银行有吧，但是也很少听说我们都说财务部就像我们说的财务部或会计部比较多，金融部很少听到。好，这位同学说经济系。可能是你说的是大学里面的 department， 可以我们台湾有经济系，大陆应该也有经济系，有经济系like economic department in college maybe in college OK 好，人事部门的员工好，这个已经想要去找工作了OK Bip 说好，田老师帮我念一下这些部门 OK。服务部门、国家安全部门、航运部门、公安部门，非常好，都是对的，我们都会讲。而且这好像是比较属于公司也有可能有这些部门，然后国家政府也有可能有这些部门对。好，人事部的经理很好，佳佳这个句子很棒他是人事部的经理，很棒经济学院呢，我觉得经济学院跟经济系两个意思不一样
我们来捋一下，就是经济学院呢，它是比较是一个 college 或者一个 university，它一定是这个。但是刚才一位同学说到的经济系呢，它是一个学校里的一个 department 经济系。然后我们说到的这个财务部呢，它是公司里的一个 department 叫财务部。没错，各位同学，这个系一定是在学校里的。对。什么什么系一定是学校里的 department， 那什么什么部、什么什么部门，通常是 company 公司里面的，通常是公司里面的哦。好，客服部，蛮常听到客服部的啊，客服部。Channel V， 你是客服部的吗？客服部就是要这样打电话，你好，我是理查老师的这个理查老师公司里的助理，你好，有什么事吗？要学汉语啊，好，1小时800块啊，这是这样子。好的，没问题啊。好，各位同学理解了吗？理解了，我们就往下喽。好，下一个词汇是部长。部长。好，各位同学讲到部长，通常是 head of a department of ministry。对。那田老师，你觉得部长是不是通常是政府的一个 head， 对不对？一个 minister 比较像，对不对？政府里的 minister。好，各位同学，简单说，部长就是 minister 的意思minister。我觉得最常用的是用在政府上面。公司会用部长吗？如果这个是一个政府的公司，也会用部长。政府的，对，田老师，所以我觉得部长通常是政府的 government。对。一个 title government 的一个 title 对。好，总经理助理。哇 ，Channel V 好像赚很多钱的感觉啊！好，那田老师帮我们念一下例句。好，胡先生是这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哇，国防部长是很大很大的职务好，对。胡先生是这个国家，所以各位同学，我们讲到部长，一般是讲到 the nation's minister，the government's minister， 通常是政府或国家的一个 title 好，部长。国防就是 national defense， 好，国防部长Minister of National Defense。好，各位同学，你们听得懂吗？部长通常是用在 government or a nation 的一个 minister minister。对，我觉得 Channel V 说的很好，就是这个公司用处长或科长比较多。但是 Channel V 这个公司用处长、科长，这个也是，就是它是一个事业型单位。对，比较是它是一个事业型单位，比较私人企业。对，它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如果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话，那么我们不用处长、科长，就用经理，或者说董事长。董事长、经理比较多对。米叶问说 ，sales department 就是销售部。销售部对。米叶我们叫销售部这个刚刚好像有讲到销售部。对，刚刚说过了，是。可能没有讲到英文了销售部就 sales department。对，销售部Ash 老师有帮我们回答了销售部。好 ，OK， 没问题。那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好。那部长就是 Minister of a nation or a government。好，我们介绍3个比较常用的。好，麻烦一下田老师。好，内政部长。内政部长就是 Minister of National Affairs。好，再来这个。交通部长。Minister of Transportation。好，再来。教育部长。Minister of Education。好，这个各位同学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在你们国家应该都有这一些 ministers 好，没问题气宇轩昂的，气宇轩昂的理查部长走进了会议室好，海碧，你有前途好，气宇轩昂就是 very gentle， 然后抬头挺胸这样子 ，elegant 很 elegant， 然後很有气质，气宇轩昂的理查 minister 走进了 conference room， 走进了会议室好，
好，我特别喜欢黑 B 啊，好，好了，可以了。好，那田老师，我们帮同学梳理一下。我们第一个词学到的是不，不的用法，第一个是 major word。那请问田老师，major word 可以用在哪些东西上面？可以用一部小说，一部电影，对，哎，是，然后一部机器，比如说一部手机，对，一部手机可以哦。对，好，那部还可以用在像这个part，像我们说东部，哦，对对对，还可以用在身体的 body 身 part，体，对对像对，这个是头部，然后手部，哦，都可以。那部还可以用在 department，像我们如果是卖小孩子的衣服，那个部门叫童装部，那如果是卖男生的衣服，那个部叫男装部。对。那如果是英文叫 headquarters，那个叫总部。总部。那如果是 branch，那个叫做分部。分部。然后有时候人家会说分公司也可以啊。是的，是的。好，那再来是部门，第二个 phrase 是部门。部门一般用在公司上面 ，company。哦，所以我们刚刚说的是比如说 personnel department， 中文要怎么说？就叫人事部。人事部。那如果是这个 finance department， 那个要叫叫财务部或者会计部也可以。那如果是 R&D department， 那个要叫研发部。研发部，对。那你也可以说研发部门，或者说研发部，对都可以啊。对对对。一部蛋糕，你的蛋糕是车？康龙，你的蛋糕是车子的样子吗？哦 ，OK， 好。一块蛋糕。田老师，蛋糕如果是小小块的那个叫一块蛋糕嘛，对不对？对对对，如果是 a piece of cake， 那么就说一块就可以了。那如果是大的那个，就叫一个蛋糕。一个，对。各位同学，如果你的蛋糕还没有切的话，是一个蛋糕哦，还没有切的时候。那如果切下来，那个叫一块 ，a piece of， 一块，是的，是的。一份蛋糕啊。也可以，一份也听。一份可能也是 a servings， 就是一小块这样的感觉。对对对 ，a servings。一个蛋糕通常是还没有切哦，你还没有切的时候，一个大蛋糕，一个 huge。好想吃蛋糕，我好久没有吃蛋糕了。小老师肚子好饿，好久没有吃那个蛋糕的感觉哦。好，怎么突然讲到那个？好，再来是部长。部长通常是minister in a government，minister in a government 通常是政府的，or minister in a nation。所以我们可以说什么部长？等一下我熊忘记内政部长。内政部长，对。然后这个把它看一下好了啊。内政部长、交通部长、对，教育部长。好，那田老师，我们终于可以考试了哦。好的好的。给同学3道题目。好，田老师先帮我念一下 options。好，部门，好，部长。好，我们的句子是：我很喜欢《哈利波特》这什么小说？好，我很喜欢 Harry Potter 这小说。小说就是 novel 哦。好，这题太简单了啦，应该要刷屏了吧？不过呢，这个 Ricky 问说，自行车的量词是什么？很简单，辆。自行车一辆脚踏车。田老师，你们会不会说一台脚踏车？在我们方言里有，但是在Mandarin 比较不说，不用，就说辆。对，在台湾可以一台、一辆、一部都可以。那辆是最常用的啊，辆各位同学是最常用的。一块巧克力棒，一根吧，一根巧克力棒。Norbert 一根哦，因为巧克力棒是长的嘛，一根巧克力棒。哎呦，肚子好饿啊！不要再说巧克力，不要再说巧克力啦，不要再说蛋糕了，我肚子好饿啊！好，不，好，我们念一下米磊的句子好了。好的，米磊说：“我很喜欢《哈利波特》这部小说，非常好。”
好，再来，对 H 老师说啊 ，vehicle 交通工具的量词最常用的是量哦。好，宋平的句子麻烦一下。宋平说：“我很喜欢《哈利波特》这部小说，非常好。”没问题。好，各位同学，小说我们就用部，也可以用本，都可以，部或本。不过这里我觉得用部比较好，因为它讲的是这个 series， 我觉得这边用部会比较好哦。好 ，OK， 我们再往下看。好，那请平老师帮我念一下选项。部门部长。好，我们的句子是：好，唐先生在人事什么工作？我觉得这题好像有2个答案呢。那我们看看大家会说什么吧。好，这题可能会有2个答案哦。一篇小说啊，可以。一篇小说，如果是短篇的话，我觉得可以。对，就是好像是一个paragraph 一篇，然后或者不是整个，不是整本，不是整部的哦。一篇感觉是在 like a chapter 的感觉。对 ，a chapter。好，各位同学，这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来，好 ，Channel V 已经有答案了。好，好的，我们看看还有没有别的。部门挂号门。好，同学们好聪明哦，部门部都有。好，部门部都有哦，人事部。好，人事部门。好，这个田老师，我们看一下好了。如果我说人事部工作，可以吗？毫无疑问，这是对的。人事部门工作。如果我们说人事部工作，非常好，很口语，人事部工作。如果说唐先生在人事部门工作，非常像那种相亲，有没有？这是唐先生啊，然后唐先生是在人事部门工作，很正式啦，比较正式，好像你要介绍这个人。那因为你讲全名，就会感觉比较 formal 一点。对，不过也不能说错了哦，我觉得就是比较正式的感觉。对，是的。好，各位同学，其实部跟部门都可以，不过这里用部会比较好一点哦。好，所以我来把它改一下，就这样吧，这样就没问题了哦。好，人事部工作，那各位同学，人事部门也可以 ，but sounds a little bit too formal， 好像太正式了一点哦。好，唐龙是人事部的负责人，我觉得这个的会好一点。唐先生是人事部的负责人。好，唐荣的部门哦，唐荣是在人事部工作啊。真的吗？好的，没问题。我们再往下看。好，888，我们先看一下，田老师帮我们先念一下选项。好，部长。好，我们的句子是，拒绝什么什么，拒绝回答关于贿赂案的问题。田老师，你们念贿赂还是贿赂？贿赂。对，我们念贿赂。贿赂，对不对？哦。对。这还没有落的音啊。对，其实我们也念贿赂，比较多。但是我看百度是写贿赂。贿赂。而且好像没有。这个就是有点像那个血和血，就是大家那个已经约定俗成的一些东西，可是是错的。对，所以这个，但是我觉得中文就是大家听得懂最重要。你在台湾说，我们都会念贿赂案，贿赂也听得懂，贿赂案。那田老师，你们那里会怎么念这个？田老师，你们会贿赂，我们也念贿赂，但是音会念贿赂。对，好，那各位同学就看你在哪里吧。我觉得贿赂也蛮多人说的哦。好，拒绝就是 refuse， 就是 no，say no 哦。回答就是 answer， 关于就是 about， 贿赂案的问题。好 ，OK，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好，这个田老师帮我念一下玫瑰的句子。好的，部长拒绝回答关于贿赂案的问题。很好哦，好，那各位同学，贿赂案的意思就是 bribes， 就是
贿赂好像很难解释，贿赂就是就是我给你钱，我希望你帮我做什么事情。对，比如说，田老师，如果田老师是这个一个部长的话，田老师你帮我那个好不好？帮我做一些事情，然后我就给田老师钱，然后田老师就会帮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通常是不好的事情。贿赂案就是部长收了人家的钱，然后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收了别人的钱，然后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叫贿赂。贿赂。好 ，Ash 老师说好像都可以，我也觉得应该都可以了，都可以。好，贿赂、贿赂都对，我觉得都有人说哦。好，来，这个田老师帮我念一下佳佳的句子。好的。部长拒绝回答关于贿赂案的问题，没错，非常好。走后门 ，Chernobyl 好厉害哦。我们是的，我们好像也说走后门，对不对？走后门。对对对，这就是比较口语的说法，比较口语。贿赂他，走后门。走后门，对也是就是贿赂的意思好。是的。好的，没问题。我们最后再念一次裴静的句子。好，部长拒绝回答关于贿赂案的问题，非常好，裴静。裴静好棒哦。好，OK， 所以就会像这样子，拒绝就是有点 refuse， 就像这个图一样，有人要问你问题，你 refuse， 我不想回答就是这样子。对。好的，没问题。好，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完成了。我们今天圆满完成。我们教了部门部长。而且我们教的很仔细，对不对？所以，然后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气宇轩昂的理查部长走进会议室，走进了会议室。哎呀，希望会发生这样的好事。好 ，Ash 老师说他查了一下百度，对，其实我也查过了，百度是说贿赂，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蛮多区会念贿赂蛮多区会念，我觉得都可以了，都可以。对。好的，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了。我们谢谢田老师。那谢谢我忘了说一件事情了，田老师啊，今天有更新他的视频，所以呢，请各位同学不要忘记了。等一下直播课完了之后呢，到田老师的频道去看他的新视频，要按赞哦，要留言哦。田老师，你这个新视频是讲关于什么的事情呢？还是一些中文到英文的一些常见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 "It's true"， 就有一次我记得是这样子，就是我跟我的学生上课，所以我说中文是一个很抽象的语言，然后他说这是真的，所以我愣了一下，我明白他为什么会说 "It's true"，就是这是真的，因为他在做翻译嘛。对。但是我当下就觉得 "It's true" 这个 emotionally 有点不对。这是真的，感觉好像是有点不是那么确定，对不对？就是对，就是好像你对这个有问题吗？这是真的吗？好，有点这种感觉。对，然后所以我就特别做了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所以 "It's true" 其实它并不只是这是真的一种翻译，它有很多的。这个里面我就举了2种最常用的。对，各位同学，我觉得田老师这个视频非常好，因为你们有时候就直接英文翻译过来了，可是中文呢，在这是真的跟的确那个语气上是差很多的。对，我们母语者一听就觉得你在怀疑我吗？还是说你不是那么对。但是如果你说的确，很有可能就是你因为不了解，然后你就是造成了一些误会做了一些错误的事情，造成了一些误会，但是是因为你不了解，可是别人没有能理解你。对所以各位同学记得去看一下田老师这个视频，会让你的中文更地道让你中文更地道好 OK。谢谢。好的，再次感谢大家，也谢谢Ash老师的夸奖。好，那田老师，我们下个星期三见喽对，跟大家请个假，因为下个星期呢快要圣诞节了，所以我家里事情比较多，我下个星期会有一点忙。那我忙完之后，下个星期我们可以继续上课。好，没问题，谢谢田老师喽。那晚安喽，我们下个星期三见喽，拜拜。对，好，再见啦，大家再见。好，我们再次感谢田老师
你们不要忘记了，等一下去听老师的频道看他的新的视频。那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要跟 Ben 老师聊一聊关于时间的用法 ，Chinese time adverbs。所以明天不要错过了我们的直播课。各位同学，明天见，拜拜。